观众朋友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唐月。最近几天啊，北京金融圈和红墙内外可以说是大瓜连环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中国银行前副行长林景珍突然人间蒸发，手机打不通，踪影全无。这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手里掌握的是万亿级的金融资源，如今一消失，整个金融圈那是炸了锅。第二个更狠，传出郭树清已经确定被中纪委带走，这意味着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央行一把手要落马。外界都在问，这是不是习近平亲自点头的清洗行动呢？第三，还有更劲爆的，宗主部长顾胜祥的儿子拿着全额奖学金还有合法签证飞到美国，结果在休斯顿机场被海关扣了36个小时，最后不仅被遣返，还被5年禁止入境。这不光是个学生翻车，而是美国对中共高官家族的精准打击。金融大佬消失，国家级金融掌门凶多吉少，高官子女赴美梦碎，这3颗震撼弹同时炸响，背后隐藏的是一场席卷中南海的暗流。最近的金融圈呢，可以说是风声鹤唳。就在北京93大阅兵的敏感时刻，一个重磅的消息是悄悄传出，中国银行前副行长林景珍疑似失联了。这个事儿一出，整个金融圈都炸锅了。那问题来了，林景珍是谁？为什么他的消失会引起这么大的波澜？别急，咱们慢慢的揭开这个谜团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就在9月1号，路媒爆料说，在金融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林景珍疑似人间蒸发。记者试着拨打他手机，结果是关机，完全联系不上。这消息一传开呀，外界是纷纷议论林景珍哪儿去了。更诡异的是，今年年初他就突然辞去了中国银行执行副董事、副行长以及中银香港非执行董事等一堆重要职务。要知道当时他可是没满60岁，按理说这可是金融高管的黄金年龄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官方给出的说法是以年龄为由，谁信呢？60岁退休，开什么玩笑？金融圈里有多少大佬70岁还在台上风光着呢？这背后一定是另有隐情。咱们来看看林景珍的履历，他可是中国银行的资深老将，曾担任中银国际董事长、中银国际证券董事长等重要的职位。在职期间，他是中国银行最资深的副行长之一，掌握着庞大的金融帝国。要知道，中国银行是国有4大银行之一，资产规模早就超过了万亿级别。林景珍手里握着的那可是沉甸甸的权力和资源，所以当他突然辞职，就已经让人嗅出不对劲的气味。如今呢，又传出了失联。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这是个人原因，还是高层清洗的信号？林景珍的失联会不会意味着金融圈的一场地震正在拉开帷幕？其实林景珍的消失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，最近金融高层出事的传闻可是一波接一波。咱们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，中共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郭树清。9月1号，前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在社交平台 X 上爆料说，内蒙古乌兰察布人、原中央行党委书记、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郭树清已经确定被中纪委带走调查，目前看是凶多吉少，预计很快会被正式公布。杜文在爆料中特意用了确定2个字，他还说，如果郭树清真的落马，那将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落马的央行一把手。再往前捋一捋，郭树清最后一次露面是在8月27号。根据财经网报道，他当时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中瑞商业大奖活动。2天后，新浪财经也做出了相关报道。而事实上呢，从8月中旬开始，网络上就已经在疯传郭树清被查的消息。独立视频人蔡胜坤也在节目中爆料过类似的内容。那郭树清是何许人也？这位前中国银行党委书记，现任中共人大财经委副主任，
出身内蒙古乌兰察布，仕途可谓是顺风顺水。早期呢，他和朱镕基、王岐山等前领导人是关系密切。后来，他又被视为是习家军的一员，成为习近平在金融领域换血、巩固控制的得力助手。可以说，郭树清的手里掌握着中国金融政策的命脉。可是谁能想到，这样的大佬居然会在2025年的敏感节点上被中纪委给盯上了？与此同时，另一桩故事也悄然登场，荒诞刺激，完全可以当作是现实版的好莱坞悬疑大片来看。怎么回事呢？咱们大家想象一下，一个22岁的中国留学生，兴冲冲地拿着全额奖学金还有合法签证，飞到了美国的休斯顿机场，准备开启他的大学生活。结果呢，刚一下飞机就被海关给拦住了，盘问了整整36个小时，最后不仅被原机遣返回国，还被禁止5年再入境美国。听起来像剧情片，可是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儿。我们先把故事的主人公叫小顾吧。他原计划是去休斯顿大学读哲学，专业听起来可是挺高大上，对不对？文件齐全。之前呢，他还在康奈尔大学交换过1个学期，也没出过任何差。这次为什么美国海关突然变脸了呢？根据美联社8月31日报道，小顾落地后，海关直接把他拉到一边，问题是一条接一条。你和中共有什么关系？你和国家留学基金委是怎么回事？被拒后的小顾在接受访问时几乎是泣不成声啊，说我的学术梦想就这样被毁了。听着是挺让人心疼，可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他呢？持有效签证却被遣返的中国留学生不少，北京方面已经有多次抗议，称美国是政治化执法。中共大使馆也表示，1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曾被盘问或遣返，理由无非是签证问题，或者可能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。可小顾的案子显然是格外扎眼，5年禁令直接把他的美国梦砸得粉碎。大家猜猜，这小子到底有什么背景，让美国人是如此警惕呢？答案来了。海外推主罗强在破木推墙中爆料，小顾的父亲正是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委员、组织部部长顾祥胜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掌管着干部任免、党建大权的中共高官。顾祥胜曾担任机关工委宣传部部长、全国党建研究会理事，手里是握着实打实的权力。这消息一出啊，推特炸了锅，网友们是纷纷感叹，难怪被拒，这种背景如果不被拒，美国就完了。按理说，高官子弟出国留学，奖学金、签证应该是一路绿灯通行，但这次为何却翻车了呢？根据消息人士透露，美国入境处在小顾抵达之前，就收到了针对顾家的一份详实的举报材料，内容涉及顾家通过多个匿名账户向美国转移巨额资金，甚至还包括资助中共的海外大外宣行动。哇，这情节听起来像是间谍小说。说到大外宣，大家都应该知道，中共砸钱扶植海外亲共媒体，操纵社交网络，疯狂推送欧洲沦陷、西方崩溃、美国内乱等论调。表面看是民间博主，其实背后是拿着中共的经费当马甲。小顾抵达休斯顿时，美国海关盯的不是他的专业，也不是他的签证，而是政治身份还有资金流向。更劲爆的是，这次拒绝入境不只是个意外，而是美国对中共高层的精准打击。您想一想，中国高官嘴上天天喊反美，动员民众仇视美国，可是一转身，他们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往美国送，存款在美国，房产在美国，家人朋友都在美国。到了关键时刻，可以说他们的身体最诚实，反美是工作，赴美是生活。这句话简直是为顾祥胜量身定做的。那这次精准的打击，让中共高层官员的美梦彻底破碎。中南海里，官员们肯定是心惊肉跳啊！他们的子女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红色留学团，遍布美欧名校，嘴上说爱国，手里握着美元、绿卡、海外房产，
而真正留在国内的只有被愚弄的14亿百姓。美国的这次行动无疑是在告诉中共红色权贵，你天天操纵海外舆论，砸钱搞宣传战，那就别想让孩子在美国安逸地读书。你玩两面派，那就要付出代价。小顾被拒这件事情揭开的，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秘密，更是一层中共权贵的遮羞布。反美是政治表演，赴美才是真实的生活。中共权贵的欺骗还能维持多久呢？观众朋友，欢迎您留言分享您的看法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